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6月16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美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有2个主题，第一个，拜登与普京的会谈有没有谈到中国呢？这第一个。第二个是中国核安全局承认台山核电站燃料棒破损那么我们先讲第一个，美俄峰会美俄峰会万众瞩目。今天上午美东时间，今天上午8点开始。开场白，普京说美俄关系积累了很多问题，需要最高级别的会议。我希望我们的会议是富有成效的。然后这个拜登回应说：“谢谢你，正如我在外面所说，我认为面对面的会谈总是更好。”然后大家就寒暄就坐下来。photo call 通常就是给记者拍照2个人坐在一起，记者就拍照。拍照的过程当中，俄罗斯的保安就开始推记者，把他们往外赶。然后就有几名记者给他这个通常会在前面拉一根绳子放两个 stand， 然后就中间一个绳子，记者不能过那个线，就给这个线给绊倒，场面一片混乱。混乱中呢，就有一个人有个记者就问问拜登，你信任普京吗？拜登就轻轻的点了一下头然后这个后来这个白宫的新闻秘书Saki 就在后面的声明说拜登呢并不是回应任何问题，他只是朝着记者那边点了一个头他没有回答任何问题什么意思呢？拜登原来在当参议员的时候，他是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主席，所以他一直觉得他自己在外交方面很有经验。然后尤其是在奥巴马他当副总统，奥巴马当总统的时候，他帮奥巴马处理很多外交事务他一直在说他不信任普京，所以才会有记者这么一问然后呢，接着呢就是拜登、普京加上这个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4个人当然还有翻译了，进行小范围的会谈。小范围会谈谈了1个半小时，9点17分结束，然后就开始扩大的这个双边会谈。双边会谈持续了1个小时，然后就结束了。这个本来呢，这个白宫的官员跟记者打招呼，估计这次会谈是4、5个小时，跑不掉。结果2个半小时，就大一半的时间那么只持续了2个半，比预期要短很多，而且短不是一星半点，短很多那么在这个会谈期间呢，拜登还送了这个普京礼物一座这个美洲野牛的水晶雕塑，还有一副他自己喜欢戴的那个定制的飞行员太阳眼镜拜登是很喜欢戴这个那个牌子的太阳眼镜飞行员的太阳眼镜那么美国扩大了的这个会谈呢，有谁参加呢？美国方面是布林肯当然了，2个总统就不说了。布林肯这个安全顾问沙利文，然后是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鲁兰德然后是国安会的俄罗斯顾问格林，然后就是美国驻俄罗斯大使沙利文，人并不多就主要是核心的成员。俄罗斯方面，普京的助手乌沙科夫，然后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然后是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佩斯科夫，然后是俄罗斯驻美大使安东诺夫，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长就是总参谋长一起来了格拉西莫夫，然后是这个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克里姆林宫的副参谋长叫科扎克，然后还有一个叙利亚问题的特使叫拉夫伦基耶夫你可以看俄罗斯方面其实他的随员里面有很多
具体工作的负责人都来了啊，一起来，外交部长、外交部副部长，然后还有这个参谋长都来，参谋长他不来，国防部长，可见国防部长没有实权啊。然后会谈就结束了，会谈结束了以后呢，各自开各自的记者会。然后我们先说拜登的记者会，拜登说他这个跟普京总统说，他说第一，人权是1、2、3我给加的啊，不是他加的啊。我把他的记者会的内容梳理1、2、3、4、5，这样方便大家的记忆啊。第一，人权是美国的价值观，永远都会在谈判桌上。我是美国总统，对侵犯人权的行为怎能沉默啊？这是一个啊。第二，我向普京提出了正在俄罗斯监狱中的2位美国人啊，那么就是我们之前说过的啊。第三，关于反对派领导人这个纳瓦尔尼啊，他说如果他死在监狱，对俄罗斯来说后果是灾难性，那就告诉他你别弄死他啊。第四，关于网络安全啊，网络安全，拜登说他给普京提供了一份16个关键基础设施的清单，这是网络攻击的禁区。如果他们被攻击了，美国将利用自身的重要的网络能力来反击。拜登说我们将重新部署网络安全秩序，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还给了这个普京16个俄罗斯境内黑客组织的名字，他说要求俄罗斯采取行动，给了2个名单，一个清单就是这是我的重要的基础设施，不要攻击它有后果的啊。然后就是16个黑客组织的名单，意思就是他们经常干坏事，你们要采取行动。这第四。第五，关于核安全，美俄将启动战略对话，6到1年之内可以知道这个进程产生的效果。拜登说会谈良好，气氛良好，2个人就双方都直接讲出同意或者是反对，所以为什么会时间缩短？我估计跟这有关系啊，大家也不辩论，就这个我同意，这个我反对啊。他说，拜登说，我希望普京总统能够理解，在我们有分歧的地方，为什么我说我所说的啊，为什么我做我所做的，我们将如何应对损害美国利益的行为？美国将继续跟全球民主盟友合作，与俄罗斯的关系。拜登说，普京现在还在担心我们把他拉下马啊，但他现在最不想看到的是一场冷战啊。我的议程不是针对俄罗斯或者是其他任何人，我的议程是为了美国人民啊。我底线是需要有我们都能遵守的基本道路规则啊。那么至于说这个峰会比计划时间短，拜登说，他说我和普京我们的会谈已经涵盖了所有的关键的问题，然后在这个大范围的讨论问题的时候，确保没有误解。那2个小时以后我们再看一看，说好吧，那下一步是什么？意思就是该谈的都谈完了。所以基本上拜登的记者会就讲了这些啊。那另外一边，普京总统的记者会变成了一场搏击啊。普京先说说这个他认为拜登是一位非常有经验的政治家，会谈是建设性的，彼此之间不存在任何形式的敌意啊。这个评价还蛮高啊。他说我们之间存在很多分歧，但是双方表现出决心，要了解对方，并努力寻求这个解决问题啊。那这次会晤实际上是非常充分的，而且是实质性的和具体的，目的就是为了取得成果。但是普京呢批评美国在人权问题上的行为虚伪。在谈到纳瓦尔尼的时候，普京说，这位先生在国外接受治疗，他一到医院就在
互联网上分享他的视频，我认为他想有意识的违反法律。然后之前普京在接受 NBC 的访问的时候，他说他不能保证纳瓦尔尼会活着出监狱，所以为什么拜登说如果纳瓦尔尼在监狱死了，俄罗斯将会承担毁灭性的后果，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啊。然后普京就开始反击美国的暴力现象。他说：“你们记者，你们自己看看，美国街头每天都有枪击和杀戮。”他还说，这个伊拉克这美军在伊拉克杀害平民，并且反问关塔那摩呢？然后当美国记者问普京镇压意见人士，甚至暗杀政治对手的时候，普京用1月6号美国国会大厦冲击案来反击。他说，这个35岁的巴比特冲进美国国会大厦的时候，被美国国会警察开枪打死。他说，关于谁在谋杀谁的问题，他说，在美国，人们带着政治诉求暴动并进入国会。他说，我们同情在美国发生的事情，但我们不希望这种事情在俄罗斯发生。他说了番这个话。然后这边记者就开始问这个拜登就在说这是个很可笑的对比就是大概就是这样啊。那么记者会，普京这边的记者会就变成了一个什么呢？变成了美国记者跟普京的这个肉搏就基本上唇枪舌剑，讲来讲去基本上就这样。那么目前对于普京来说，美国整个的政界对普京的评价并不高，因为几件事情正在发生。第一个，在乌克兰边境集结部队说要开打，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网络攻击美国这个持续发生。第三个，镇压这个意见人士，然后跟伊朗签署这个协议，给提供这个卫星技术。反正普京现在干的所有的事情都是美国不想让他干的事情，所以双方的敌意是非常的浓厚的那么而且美国国会是希望美国政府能够在这个北溪2号管道上做点工作。北溪2号管道就是德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天然气管道，叫北溪2号，大概就是这样。那么这场会谈本来预期4-5个小时，结果2个半小时就结束了。我们来评价一下。第一，美国过去4个总统都尝试跟俄罗斯重新接触我们讲重新接触什么意思？重新接触就是普京掌权之后就开始俄罗斯就重新回到了独裁体制，就是俄罗斯的民主政治改革就失败，最终是在俄罗斯的民主政治改革是在俄罗斯手上失败，俄罗斯成为了一个新的独裁者。那么俄罗斯成为新的独裁者，它和西方国家的冲突就越来越大，因为它试图重振俄罗斯帝国的雄风那当然它就会和西方国家产生冲突。那么4个美国总统第一个就是小布什曾经说过，他说他直视普京的眼睛，可以看到他的灵魂。我觉得这好像他是不是被这个普京催眠了？普京是个情报人员间谍出身。然后他这个小布什这番话呢，被美国媒体嘲笑了很多年。这是小布什，所以小布什基本上他在俄罗斯的政策上面基本上没有人被表扬他。然后就是奥巴马曾经声称是要重置这个叫和俄罗斯的关系，但是其实没有任何效果然后就到了2018年，到了川普是2018年和普京见面，他在联合记者会上直接说俄罗斯没有干扰这个美国大选。
这个呢，实际上和美国情报部门的结论报告是完全相抵触的，然后就引起了一场风暴。这场风暴就是通俄门。通俄门实际上限制了川普对俄罗斯展开的外交关系。那就是过去3个总统，那么现在普京跟拜登又见面了。普京见过这么多个总统。就是美国总统一届一届的换，但是普京一直坐在那个位置上，可见他是什么？他就是独裁者啊。拜登跟普京的峰会，并不是你看我们这场记者会看这场峰会下来，你从这场峰会你可以看到，美国并没有改变他的对俄罗斯的战略。这是另外一场阿拉斯加会谈，只不过呢，阿拉斯加会谈的时候，拜登不想见习近平，认为那不是合适的时候，所以呢，就由下面的人，由外交层面进行见面。现在这个时候呢，拜登认为他应该见普京，把双方的这种激烈对抗的关系降温。那所以他就见了这个普京。这是双方的不同，这是2次不同，但是性质是一样。那么这是第一。第二，这场峰会的性质是什么？这场峰会的性质就是战略打招呼，定规矩。什么意思呢？美国方面的意图很简单，我告诉你，我的战略利益是什么？我们这些战略利益都不能碰的后果很严重。如果你不违反我们之间的正常的规矩，你不搞网络攻击，你也不搞我这个，那行，我会和你保持一定程度的往来，但是我的价值观不会改变。这是美国的意图很简单，就是上来就告诉对方，就是先礼后兵，先讲清楚。所以这次峰会为什么会短的原因，也就是这个原因。俄罗斯的意图其实也很简单，第一，防止事情向更坏的方向发展。为什么？他承受不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看看有没有什么机会。因为毕竟对他来说，改善美俄关系对俄罗斯很重要。所以这是第二个。这场峰会的性质叫战略打招呼，或者叫战略定规矩。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为什么会谈时间比较短？我觉得几点吧。第一点，我觉得普京应该觉得没啥好谈，本来他带了一堆的助手来，准备拉开架势，要谈具体的问题。但是我估计他是开始谈着就发现味道不对。为什么？原来是他准备平起平坐嘛，我们平起平坐，那就平起平坐，有平起平坐的谈法。但事实上，美国人并没有打算跟他谈太多的具体问题。美国是在那定原则，他发现美国是在定原则，那谈什么谈？国防部副部长都带来了，总参谋长都带来了，你想想看，这是准备拉开架势谈。结果美国并没有安排同一级别的对手跟他谈，都是高级别的官员，低级别的官员根本没让他来，根本不谈。所以实际上就没什么好谈。而且普京手里也没有太多的筹码可以跟美国叫板，他就唯一的筹码就核武库，那其他除了核武库以外，他没有什么筹码。这是第一个。就是我觉得俄国人发现这个会谈是对方跟他打招呼，并不打算跟他谈太多的具体的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美国方面我觉得美国方面为什么上来跟他打招呼说可能是4、5个小时但后来没有呢？我觉得美国方面发现，俄罗斯也不谈了。美国是本来以为有很多俄罗斯会在很多具体的问题上跟他们进行交手
但是发现俄罗斯可能到中间发现明白了，美国人根本不是跟他谈具体问题，是跟他定规矩的，所以俄罗斯也不谈，所以就时间就这么短，所以这是这个原因啊。第四，有没有谈到中国呢？啊，这是中国最关心的啊，没有，并没有啊。这场峰会为什么没有呢？你可以看啊，从整个会议的内容和定的方向来看，这场峰会并没有出现我们之前有人讨论的一个局面。什么局面？美国向俄罗斯抛出诱饵，让俄罗斯放弃和中国站在一起，让他离开，撬开中俄之间的关系。你从这个大大的方向来看，然后就抄中国后路啊！这个之前是有人讨论过这个议题，就是说美俄峰会是不是有这个含义？所以中国也很紧张啊！你可以看这个，你看外交部发言人在那谈说这中俄关系什么牢不可破，上不封顶，下接地气，你这已经话都讲成这样了，说明他心里在打鼓啊，就担心这个美国人去撬俄罗斯，但是这个局面并没有发生，为什么啊？第一，美国并没有把俄罗斯当作非常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对手，就讲的不好听哈，俄罗斯已经没那么大的威胁，实力有限，把它一块儿对付问题不大，这就是美国的看法。为什么？你算一笔账，你要给他诱饵，你还得有成本的啊，有成本。我算算这个成本，我连他一起收拾了，也就这么多代价，比我引诱他的诱饵还来得大。而且俄罗斯在走下坡路，怕啥？这就是美国没有把俄罗斯放在眼里，或者说俄罗斯对中美对抗的这个大局影响不大啊，影响没那么大。这第一个。第二个，美国目前的战略就是针对中国的战略就是两条。第一条，发展自己，用竞争的态势发展自己，发展高科技，搞基建，搞这个把国内的这个政治分裂的问题解决啊，把自己的这个篱笆墙给封好，亡羊补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跟朋友一起来，不能我一个人动手，大家一起来，这一招呼全来了啊！这就是美国现在的基本战略。那么这个战略之下，那不是美国一方，是美国以及西方盟友为一方，中国为一方，那优势决定性的优势，这是第二个。第三个，美国对俄罗斯的定位是什么？就是说，你看这个峰会，就是让双方的关系缓和，不要激烈的对抗，因为激烈对抗有不确定性。缓和到双方都知道对方的立场，知道对方的底线，知道对方不想让你干什么。好，那我们就在这个范围之内就好，这样就可以稳住俄罗斯，防止俄罗斯做一些让美国意料不到的事情，就是没有不可预期啊，或者甚至翻过来就是控制俄罗斯，防止俄罗斯跟中国走得太近，发生一些战略不可预期的战略后果，就这个。所以美国对俄罗斯的定位并不是特别高啊，所以它的虽然看上去形式上看上去给普京面子啊，双方平等对等的谈判，对等的会谈，举行首脑峰会，普京面子是有了，但是实际上在美国对俄罗斯的战略定位上，那不太高啊，不太高。这是美俄峰会啊，那我们今天就基本上就这4点，我们评价一下啊。那么下面就讲讲这个第二个议题，中国核安全局承认台山核电站燃料棒破损啊。那么
中国核安全局今天16号接受这个澎湃新闻的采访，实际上最后还是发在他们自己的公众号上，答记者问答我就不把他的问答全念了，我把它归纳了一下啊。第一，就是核安全局讲了几点。第一，台山核电站1号机组反应堆一回路冷却剂的放射性，它叫比活度比活度就是含量，放射性含量上升但仍然在核电厂运行技术规范书据技术规格书规定的允许范围内，这一个。第二，1号机组一回路放射性水平增高，主要与燃料棒破损有关这第二。第三，燃料棒受制造、运输、装载等环节的影响，核电机运行过程当中可能出现少量的燃料棒破损，这第三。第四，推算燃料棒包壳破损数量约为5根左右，破损燃料棒占总数的比率小于 0.01%。设计中假设就是这个机组这个核电机组的设计中，假设燃料棒燃料组件最大破损比例是 0.25%，所以呢它的这个破损的比这个可设计的接受的程度要低然后1号堆芯，就1号这个反应堆堆芯里面有6万只这个燃料棒然后这是第一个，他陈述了4点第二点，他反驳2点。第一点，他反驳说，一回路放射性水平增高与放射性泄漏事故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他是说，这个一回路放射性的增高与这个放射性泄漏事故是两回事。他说，一回路呢在反应堆内部那么只要作为放射性包容屏蔽的反应堆冷却剂系统压力边界和安全壳封闭性满足要求，就不存在向环境泄露放射性的问题，而这2道实体屏障是安全的。说人话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一回路是在反应堆内部，它外面有2个屏障，一个屏障是冷却剂系统，一个屏障是外面有个壳。只要这两个系统不存在，就它们的封闭性都满足要求，就是没有破，那么就不存在向外界这个泄露放射性的问题那么这2道实体的屏障是安全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那么他说目前台山核电站周边辐射环境监测结果显示，核电厂周边辐射环境水平未见异常，处于本底水平，也表明没有任何泄漏发生。这是第一个反驳。所以的意思就是我们现在是没有泄漏，只是呢放射性水平升高的问题这第一个。第二个，国家核安全局没有批准提高台山核电厂外辐射检测的可接受限值外辐射就是外部已经就是大气，其实就是大气外部的辐射的限值。那么国家核安全局批准的是台山核电厂一回路，那么冷却剂惰性气体放射性限值这个限值用于运行管理，与核电厂外辐射检测无关他说一堆这样的词，其实我没念完就是欺负你用专业来欺负你然后他就说，我等一下回应他说，下一步我们会持续严密监控台山核电厂1号机组
一回路放射性水平，加强现场监督和环境监测工作，指导监督运营单位采用严控一回路放射性水平的措施，严格遵守运行技术规格书，确保1号机组运行安全。然后就是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和法国核安全监督部门保持沟通联系。好，我归纳一下，就是他说了这一堆的话。第一点，台山核电站1号机组一回路存在放射性水平增高的现象，这第一个这是事实啊。第二个，原因是有5根燃料棒破损，这第二个。第三个，核安全局的确提高了冷却剂惰性气体放射性的最高限值，目的是维持反应堆的运行。这里面有没有误解？有误解。误解在哪里？误解就是关于这个，就是法马通的报告就写给美国能源部的信，他没有讲提高它的那个限值到底是外部的限值还是内部的限值，所以很多人就以为是外部的限值，就是外射，就是叫什么？就是外辐射检测。其实它不是外辐射检测，它是内辐射检测，就是一回路内部的检测啊。它提高了这个值，目的是一样的，两个动作其实是一个目的，就是维持反应堆的运行。因为如果它的惰性气体含量超标的话，它也是要关闭的啊。所以其实是提高了，这个只是法马通的信写给这个能源部的信没讲清楚，大家都以为是外辐射的检测啊，其实是内部的啊。这是3点啊。那么其实问题还有很多啊。那么核安全局有没有开诚布公的把问题讲清楚讲透呢？没有，并没有啊。那么还有什么问题呢？比如说我就随便举了5个例子啊。第一个，1号机组一回路存在放射性水平增高的现象，对啊，增高了多少呢？增高你是说在这个标准，在这个技术操作书的范围之内，那它到底有多少啊？这你不讲，你要讲它的趋势是这样，是一直稳定呢，还是持续上升呢？你没讲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原料棒破损怎么办呢？你不能不管它吧，对不对？你怎么处置这个现象？因为它不断的产生惰性气体，不断的产生啊，那你怎么处置呢？有什么处置方案没有？那么你跟着你的技术供应商法马通是怎么沟通的呢？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你没有讲啊，这第二个。第三个，燃料棒破损是一次性出现的呢，还是持续出现？就是说你现在破了5根，是一根一根破的呢，还是一次性破了5根？那如果是一根一根破，它有什么趋势没有？会不会有危险呢？啊，那么惰性气体你是我们听法马通说是主动啊，法国电气公司说是主动排放，那你为什么要这样排放？排放的目的是什么？然后你以后怎么排放？你有什么计划没有啊？然后第5个，你为什么燃料棒破损之后，你既不向公众交代，也不向法国电气公司法马通交代？法马通是上个星期才知道燃料棒破损，去年已经知道燃料棒破损，但是惰性气体含量上升，你为什么到上个星期六才跟法马通他们公告呢？这是几个问题，其实是存在啊。那么当然，法国电力公司昨天说啊，他昨天说什么呢？他说台山核电厂1号机组的气体放射性含量升高是由于这个燃料棒涂层出了问题啊，这是昨天说的啊。第二，去年10月份
他已经得到这个台山核电站通知他们说燃料棒涂层有瑕疵，已经告诉他们了。但是惰性气体浓度上升是上星期六才告诉他的。这就是为什么法马通要赶紧给这个赶紧给这个美国能源部写信要求豁免原因啊。所以可见法国方面得到的信息并不完整啊，就并不及时啊。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法国方面得到的信息也是非常延迟啊。那么大家知道，台山核电站有两个机组，1号和2号2个核电机组，这2个机组都是由法马通公司设计，然后中法合资。那么法国电力公司占30%，中广核占70%。那么中国外交部也一直在讲，核电站周边辐射环境未见异常，有安全保障，而且认为迄今为止中国核电站保持良好的运行记录，未发生影响环境和公众安全的问题。然后路透社呢采访了这个在美国生活的中国核安全专家，叫李宁啊，我是不知道他是谁。然后路透社采访他说 CNN 的报道无事生非啊。他说期望世界任何地方的核项目里面的燃料棒涂层零故障是不现实的。可问题是谁要求这样啊？没有人要求这样啊。李宁说，媒体不愿意从正确的角度来看待风险。他说，燃料煤厂比核电厂排放更多的放射性物质。他认为媒体的做法实际上扼杀了西方的核工业啊。李宁的这个访问呢，和这个路透社的采访完美的配合啊，这跟大外宣没什么太大区别。那第一个，没有人要求核电站是没有瑕疵的啊，没有任何人会这么要求。但是核电站必须保持高透明度，这是必须的。为什么？因为核电站有风险，而且核电站产生的风险产生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所以核电站必须及时的告诉公众发生了什么状况。所以李宁的这番话，我认为没有常识。你可以看从法马通这封信2封信泄露到现在，中国方面的表现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啊。一开始是不说啊，我没问题。第一个公告就是台山核电站自己的公告，我没问题，一切正常。然后不断的有消息出来，发现问题大了，全世界都在关注，怎么办？挤牙膏呗，这就是挤出来一些牙膏，是有问题。问题有多严重不好说，为什么？不肯说，不告诉你，他就是捂着。所以中共的问题是什么？你就不能相信他啊！我还是不相信他，我们还是要给他施加压力。你可以看这几天施加压力的出来的结果是什么？核安全局的负责人出来接受采访，说话了，是有问题啊。但是问题不大，你信吗？我还是不信，我觉得不是这样，没那么简单。好吧，那我们今天这2个主题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啊。那今天上午呢，我讲了一下这个王思聪跟孙一宁的事情啊，然后我相信是很多带着任务来的留言了啊。那当然，这是带着任务来的留言，我也不客气，我给他删了。我为什么要讲王思聪和孙一宁的事情？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在高墙和鸡蛋面前，我们永远站在鸡蛋一边。
王思聪有钱有势啊，那么孙一宁是个小女孩啊，那么在这两个对局当中，王思聪极尽暴力之能事，所以我必须说几句话啊。然后有人就说我对娱乐新闻感兴趣啊，我对娱乐新闻挺感兴趣的啊，因为我是一个正常的人，只不过在我的节目当中，我不会讲娱乐新闻，这不是娱乐新闻，这非常不是娱乐新闻，这是一个社会新闻，这反映了目前中国社会的状况，所以我会出声啊，遇到这种新闻我还会出声啊，那不要挑战我，我不会理的啊。明谢啊，Jojo 谢谢Mike 猪谢谢，刘燕谢谢，打卡北加州，王老师的节目每一集都看，只是总赶不上直播，感谢您的辛勤工作和高水平的论证，谢谢。是的，西岸是有点困难，时间是有点不大对啊。David 白谢谢 ，Fixed Income Quitty 啊，谢谢观点。以前美国是拉着中国制衡俄罗斯，现在是美国拉着俄罗斯制衡中国。对美国来说，先平息和俄罗斯的矛盾，这样才能专心对付中国。何况俄罗斯从来就没有真正的和中国站在一起，只不过是利益关系。俄罗斯不会希望旁边有一个那么一个超级大国，所以和中国走得太近，对俄罗斯没什么好处。非常正确，中国之间不可能成为好邻居的啊。提问：习近平眼睁睁地看着普京和拜登眉来眼去约会，和世界各国建立新的国际大家庭，只能龟缩在中南海自己的家里痛苦的想象。接下来他会不会赶紧去见普京，把普京的心拉回来，对冲拜普会的效果？我觉得不会。为什么？俄罗斯不会邀请他去。为什么？韩国也没邀请习近平去对吗？韩国都不邀请，俄罗斯会邀请吗？所以我不觉得，我觉得至少短期之内，习近平没有议题呀，你得有议题才行你得来事儿情况坐标新西兰，上次王老师说新西兰归队时，对中共说中共对新西兰渗透很深，我在这儿真是深有感触。这儿最大的几家华文媒体，像天维网、中文先驱，明显感觉开始吃狗粮，发的文章都带节奏，总是质疑为何不用中国产的疫苗。派记者在总理发布会上问这个问题，只要辉瑞或者阿斯利康疫苗出状况，就大肆宣传。新西兰的主流应该意识到这种渗透的深度，所以去年大选前2名华人议员纷纷辞职，只有一个年轻的华人在里面当花瓶情况今天早上，香港警方香港不是香港警方，是国安署大规模搜查苹果日报大楼，拘捕了一传媒集团行政总裁张建宏、周达全、苹果日报总编辑罗伟光、副社长周佩敏和张志伟，指他们涉嫌违反国安法第29条，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又来了看见没有？所以这就是中共干的事情，所以他被外交孤立为什么会外交孤立？你看他就在干这种事情情况打卡墙内，目前百度能看到的新闻全是辟谣的信息。国家安全局回应 CNN 造谣台山核电站能搜到的都是未发生核安全的信息。他们能这么明目张胆的造成墙内一套信息，墙外一套信息吗？什么意思？我不知道你在问什么。你的意思是说，明目张胆？他们能明目张胆？能他们一直在明目张胆提问：
前几天因为业务原因去雄安新区出差，查看某项目施工进展，眼见的整个荣成大片区域几乎全部村镇都被拆除，到处是渣土车、挖掘机和林立的吊车吊塔，尘土飞扬。各大国内知名的建筑公司几乎都有现身，一片基建大跃进的景象。我始终搞不明白，习近平为什么要搞雄安新区，这颠覆了我的基本认知。请教王先生，想听听您对这件事情的看法，谢谢。这件雄安新区当时的说法是什么？上海原来的市长叫徐匡迪，后来做了工程院的院长啊，然后这是几年前的说法啊，现在有没有变我不知道。他给习近平出的主意，他说这个白洋淀是龙脉所在啊，最好呢修一个陪都，这样的安全，万一打起仗来呢，有个地儿可以躲。现在北京城呢底下呢有地铁，挖不深，不好弄。打起仗来呢，你这个也下不去啊，因为有地铁顶着，不好弄。你还不如去雄安这样的地方，重新打造一个陪都，反正就是几万亿的事儿。所以这一说龙脉呢，习就动心了啊，这习不是还惦记着武统台湾嘛？万一真打仗，我得有地方躲一下，所以这就是雄安的来历啊，就是龙脉所在，建个行宫，万一打仗能有地方，离北京也不远，基本上就这样，所以就这么干，这就是专制政权的特点，决策非常有效率，一拍脑袋事儿就办了啊。提问王老师，国内的中产现在出境都不让出，怎么跑路啊？以后国内出境或者办护照还有没有开放的可能？这我答不了你，这我真答不了你啊。观点，即便是娼妓也有不工作的权利。王和孙的事情根本不是哪边更臭，而是人权在中国环境中可以被各种角度污名化的问题。你都讲娼妓了，你还被污名化，你就在污名化别人好吗？你说是不是啊？观点，为孙一宁点赞，千万不要被王思聪追到，否则以后一辈子只剩下某人前女友的称号。我不管孙一宁以前做过什么事情，我也不管他现在在做什么事情，我只讨论一点是什么？王思聪在追求他的过程当中，他做了些什么？他的这种暴力行为，我们讲的暴力当然是网络暴力啊，当然滥用他的金钱权利的这种暴力，这是不可接受的啊，这是不可接受。其他的我不管，我没有我对孙一宁是不是拉拉没兴趣，我对孙一宁是不是以前有男朋友我也没兴趣。我只关心这一点，我只关心在这个问题上，王思聪做了什么啊？情况和观点：云南和青海又地震，结合大象迁徙，怀疑近期云南、青海一带有大地震啊？那我不知道，这个超出我的知识范围啊。情况传，深圳用苹果手机的一些幼儿园家长。被各种公众场合出入的管理人员要求安装反诈骗 APP， 各种深入细致全方位监控，结合将来数字人民币再铺开，不堪设想。OK， 情况6月16号 ，SOHO 中国在香港港交所发公告，黑石集团已经发出全面收购要约，每股5港元，合计236亿港元，取得SOHO中国的控制权。交易完成后，SOHO中国现有的控股股东保留9%的股权啊，那就是潘石屹啊，潘石屹就撤了啊。情况目前，前中国大型国企
中国华信负债1878亿人民币，被法院宣布破产清算，子公司上海华信等71家关联公司破产清算，将于2021年7月12号至13号在淘宝进行法拍。现在这种事情越来越多了啊。情绪跟武汉肺炎初期情况一样，本来前期就能直接搞定，结果憋出一个世界级的大灾难，希望这次核电站不会重蹈覆辙。提问：如何看待美国议员提出制裁中国 CDC 官员？没什么，就很正常。现在问题不是美国议员提出来的问题，核心的问题是美国政府。美国政府怎么看？不是我怎么看，是美国政府愿意做到哪一步的问题啊？我觉得美国政府现在呢是开始推动这件事情往前走。第一件事情干嘛？第一件事情就是溯源，就是病毒溯源啊。那么现在已经开始，全世界都在喊了，世卫组织要组织第2次去调查啊。那么你看后续发展怎么样啊？问题：天朝教育要独立学院和职业教育合并的目的是什么？对当前经济有什么帮助？对经济没有1毛钱的帮助啊。那么合并的目的是什么？合并的目的是因为现在的大学教育、大学本科教育，数量过多啊，数量过多，就业效果不理想。就业效果不理想的原因是中国产业没有升级，中国其实不需要那么多大学生。那么中国呢，过去一段时间就业情况不好，那怎么办？那把大学变成一个就业蓄水池，让大家你先不要去直接进入就业市场，先读大学吧。所以大学不断的扩招的大学生要毕业发现什么？发现这些人找不着工作，为什么？因为没那么多岗位给大学生。那发现中国经济其实它有大量的岗位是需要职业教育的人员，那么这就是面多的加水，水多的加面的结果。那怎么办呢？那就想办法让一部分大学本科变成职业教育，不过给他本科待遇。这就是为什么要独立学院跟职业教育合并。合并的目的是什么？全部变成职业教育。那么有个说法说，教育部准备把这个大学本科批一半去职业教育，这就是独裁的效率高，他直接就把这事给办了，就在办这个事情。那当然，在读的这些学生当然不干了，我是大学本科，怎么变成纸本了呢？那纸本我的就业，我的这个我考研，我考公务员，我考这个单位事业单位，我都受影响啊，因为他叫普通本科，我不是普通我纸本怎么办？所以学生不干，现在就这个问题啊，对经济没有任何帮助。为什么？它本来就不是职业教育，它是本科教育，它怎么转？转是要转完之后你才会。教育不是一天一拍脑袋就出来的，教育需要什么？你连课件都没有，你搞什么教育啊？你以为教育是什么？教是需要时间，需要积累，需要传承，它是对人做工作的，不是对物件。所以中国把教育变成什么了？把教育物化了。观点：台山核电厂的设计是世界上这种设计的第一座，而且是唯一正在运行的，安全性没有任何东西来对比参考，所以是一个大的未知数。这次如果没有问题，以后会有很多问题啊。OK， 观点：现在网络把王思聪和孙一宁的事情娱乐化，就是为了帮王思聪脱身，让吃瓜群众把关注点放在娱乐上，忽视王本身的流氓行为性质，就是个流氓行为，就是个臭流氓。情绪：王先生好，好久没发言了，近来的节目很好，感谢王先生的付出。墙内近来发生了很多事情，油管推特很多评论，对墙内的每一件事都一副看热闹希望事儿大的态度，恨不得发大水把全国淹了，爆炸范围伤亡越大越好，学校改革把更多的学生框进去受害等等，看得我很难过，不知道他们身处何处，是五毛还是自由人。
经先生传授人文光情怀，我处事以良心，待生活含悲悯，对未来可能面对的个体和制度的恶心知肚明，但我心怀希望非常好。国内没一个人生来该受这种苦，希望墙外的同胞在希望民主自由的时候，也怜悯墙内受苦难的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政府把我们当墙作壁，越是这样，我们越要珍惜彼此。30年前的先辈，香港青年、江浙学生，他们是谁？曾经的你，现在的我，未来的孩子。我是95年生人，刚毕业，找到一份薪资不高，但心甘情愿且能滋养自己梦想的工作。我在努力，希望以个人之力带来一点改变。非常的好的一段话，这就是95后、90后啊！你看，我们经常有网友问我说：“你对中国抱有希望吗？”我说：“我对中国抱有希望。”很多人讲没有希望，你看见没有？这就是希望。你看他们讲的，你看他讲的话，在情在理啊，非常有远见。这就是我们现在的中国的年轻人。他们虽然人数不多，但是他们是火种啊！我们要对中国抱有希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还要用悲悯的心看待国内发生的事情。我就很反感一些人，上帝视角，我最反感，这第一个啊。第二个，我非常反感那些希望国内为了中国的民主未来，中国最好是经济崩溃，最好是大洪水滔天，这样的中共就垮台了，然后就有一个新的中国，这是一个非常无耻的看法啊！因为什么？那里面有亿万的中国的人民啊，所以我是很反感这种看法的啊。情绪，墙内已经没有媒体人了，只有吹鼓手，所以只能听到王先生的频道，很幸运啊，谢谢。情况，昨天看到黎智英被披上铐锁，这是合法的吗？感觉好像铐一个杀人魔一样。香港已经彻底离去不复不回，实在难受。观点加情况，刚刚神舟12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发现朋友圈一片欢呼，各种为祖国自豪的欢呼。花了那么多的钱，除了给习近平足够的面子，对普通的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啊？那当然没什么关系。我们之前上个月曾经有一个视频啊，就讲什么呢？讲中国的这个太空雄心，中国又上月球，又搞这个空间站，又发卫星去火星啊。那么我们知道，美国又火星又卫星又月球。美国是在干嘛？探索宇宙的奥秘，什么哈勃望远镜啊，都是探索宇宙的奥秘。那你说中国这个又上月球又去火星，是探索宇宙的奥秘吗？我当然不相信，我一点都不相信。为什么？因为中国人历来不干这种事情的。中国人已经有了这个一生二，二生三，生万物啊，这个中国人已经有一个价值观在那里。所以中国人有没有这种好奇？中共有没有探索宇宙奥秘的好奇心？我一点都不觉得。我觉得它像什么？它像什么？郑和下西洋。我们有个节目专门讲这件事情，大家有空可以去看一下啊。就是中国的这些工程像什么？就像郑和下西洋。情况其实。对独立学院，中共3年前就开始下手了。当时是要取消独立学院，先拿北师大、珠海分校开刀，政策一刀切，按照毕业时间算，2019年之前毕业的拿珠海分校学位证，2019年之后拿北师大的学位证。结果学生跟老师大游行、罢课、罢工，
找媒体发声，最后被上面压下来，然后不了了之。现在更狠，直接把独立学院变成职业教育。要知道，独立学院的学生交的学费几乎是普本的3倍，最后学历却低人一等，你怎么可以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当然，中共没有把学生当人看，没有把学生，还是那句话，中共没有把中国人当人看。观点 ：CCP 现在的状况如同大陆三国末期的蜀国和东吴，各种战狼动作如同诸葛亮七出祁山，劳民伤财，挥霍了王朝最后一点余粮，然后一命呜呼。OK， 明谢 Patrick 长，谢谢 Richard 胡，谢谢。请老师喝一杯黑咖啡，今天不能喝，这个喝的睡不着觉，谢谢你啊，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